乌克兰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啊，普京宣布了承认乌东两个地区独立国家的地位。乌克兰在国际上呢也是四处寻求支援，局势也越来越严峻。具体的情况我们就不再复述了。哎呀，铺天盖地的新闻大家都看了。我们今天呢就直接说说乌克兰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境地，分析一下深层次的原因吧。俄罗斯承认乌东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到底做的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不能表态啊。但是有一个事实可以拿来对比一下，俄罗斯今天的举动与1999年北约肢解南斯拉夫、轰炸塞尔维亚、挑动科索沃独立，这两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都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从国际性和正义性上来说，谁也不合法，谁都不干净，谁也别说谁。而且呢，从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性上来说，北约当年做的更过分呐。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可是没有人胁迫北约的。美国和他领导的北约集团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啊，没有人威胁北约呀，但是北约还是这么做了。那现在的俄罗斯呢，明摆着是被逼的，已经被挤到墙角了，不这么做不行了。可能有人会说啊，你这么说不就是明显的偏袒俄罗斯吗？那么您先把这两件事儿放到一块儿比较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我到底有没有添枝加叶？这两件事情都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是事实吧？所以说都没有国际合法性和正义性。北约的炸弹把南联盟离了一遍，而且使用了极速炸弹和贫铀弹，直到今天塞尔维亚的人民还是深受其害啊。我们大使馆都被炸了，连记者都牺牲了。俄罗斯呢，最起码直到现在还没有扔炸弹吧。所以说呢，谴责俄罗斯的人先想想1999年的事儿，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啊！你不能如此双重标准，连脸都不要了吧？我没有说俄罗斯做的就对啊，我就是比较一下这两件事情。俄罗斯呢，现在出手了，面临的是欧美国家的制裁啊，全方位各种各样的制裁。美国已经签了制裁令了啊，德国总理已经表态了，北溪2号停了，就连日本也宣布了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北约当年干了同样性质而且后果更为严重的事儿，为什么就没人制裁北约呢？北约一丁点的惩罚都没受到，就没人问问为什么吗？其实问也白问啊，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实力。你实力摆在那儿，正义和公理都得靠边站。说到实力了，自然就会想到一句话，叫弱国无外交啊。这句话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啊！弱国也是国呀，弱国的人民也有追求平安幸福的权利啊，那怎么就不能有外交呢？但是事实上，弱国确实是没有外交的。强权即是公理，仍然是这个世界奉行的法则。我们所倡导的那种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仍然还只是一种理想啊，还需要长期的追求和奋斗才能实现。这张照片呢，是叙利亚驻联合国的代表巴沙尔·加法利，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紧急会议啊，巴沙尔·加法里在会上怒斥美国以谎言为由发动侵略战争，劣迹斑斑。在他发言一开始，英美代表就已经离席了。贾法里为国陈词是慷慨激昂啊，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能阻止。英美法三国还是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对叙利亚实施了轰炸。100多年以前，我们也曾经是弱国呀。大清虽然腐朽不堪吧，但毕竟是人畜无害呀。你大清威胁到哪个国家了？还是破坏世界和平了？都没有。
但是仍然招来了一群恶狼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列强都侵略过我们，但是啊，乌克兰和我们可不一样啊！乌克兰刚独立的时候，那可是世界第一梯队的强国呀，核武器能排到世界第3，综合国力绝对的世界前10之列。怎么就走到了今天，沦为棋子的境地呢？我们做节目不能记个流水账啊，再把乌克兰这20多年的历史复述一遍，那就没意思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就行了。这2张照片，给大家看2张照片吧啊。这些跪下的人都是当年乌克兰最精锐的军事力量，金雕部队。当年乌克兰爆发了所谓的颜色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颜色革命我们就不再说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的策划和推动，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啊，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的。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说走嘴了。如果真是一个国家内部革命、政权更迭，那是人家自己的内政啊，谁都不好说什么。你外部势力策划着、挑动着、推动着、赞助着造成的结果，这并不一定是本国老百姓期望的变革呀，只能说是外部势力期望的结果而已。再说回金雕部队，在颜色革命中啊，金雕部队奉命出动啊，平息混乱的局势，也爆发了一些流血冲突啊，比如基辅的麦丹广场。颜色革命成功了之后呢，这支金雕部队就被拿来当替罪羊了，队员遭到逮捕，军官被逼下跪，这对于军人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啊！当时金雕部队的一些成员就叛逃了，而且是呼朋唤友的跑啊！一呼百应之下，上千名金雕部队的成员也加入了叛逃的行列，那基本上就跑完了嘛。往哪儿跑呢？自然是往亲俄的地方跑。当时的克里米亚还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你通往克里米亚有检查站的。但是金雕部队是乌克兰最强悍的战力啊，而且不是空手跑的，是带着武器跑的。金雕部队就出动了几十个人，就控制了全部通往克里米亚的检查站。随后呢，大部分金雕部队的成员就进入到克里米亚了。俄罗斯拿到克里米亚是没费一枪一弹的。为什么会这么容易？那一丁点抵抗都没有呢？大家可能认为，因为克里米亚整体是亲俄的嘛。但是再亲俄，那当时的克里米亚毕竟是乌克兰控制的，他一个亲乌的都没有吗？怎么都不至于连一枪一弹都用不着吧？现在您知道了吧？当时在克里米亚最强悍的力量就是金雕部队，面对的这一支铁了心了要叛国，而且呢是乌克兰最强悍的战力，你即使有些反抗力量，他也不敢动啊。等于是乌克兰双手拱手将自己最强悍的军事力量和克里米亚送给了俄罗斯。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啊，乌克兰的政客怎么会做出如此弱智的举动啊？即使说被驴踢成了脑震荡，也都明白军权的重要性吧？怎么可能把军队给逼走了呢？可能有人会说啊，你不是说军队被拿出来当挡箭牌踢罪羊了吗？这就更可笑了，这就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儿。你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军人是没有罪的，他就是执行命令嘛。那至于说这个命令是对是错，那关军人有什么关系啊？怎么都轮不到用军人来当挡箭牌的。咱们举个例子吧。二战时期，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天，在奥马哈海滩呢，盟军损失惨重。很多朋友都看过好莱坞的电影啊，拯救大兵瑞恩，开头这20多分钟的战争场面的多残酷啊！德军的一个机枪手在奥马哈海滩杀伤了4000多盟军士兵，也有说1000多的，
反正啊，死在他手里的盟军不下于1000。那后来呢，这个德军的机枪手啊被俘了。要说盟军恨不得把这个德军机枪手啊千刀万剐，那都正常，对吧？最后怎么样呢？你还能怎么样呢？对吧？当一般战俘对待呗，该关关，该放放，你总不能杀了他呀。他接到的命令就是守卫海滩，他就是一个杀戮机器，他能有什么罪呢？所以说呀，金雕部队于情于理都是完全犯不着被推到前台充当替罪羊的。更何况这是乌克兰最精锐的力量啊！你但凡是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这支部队保护还来不及呢，你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的。这可好，硬生生给逼反了。这就是乌克兰的政客干出来的事儿啊。你要说独立之初，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放弃了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啊，这些国之重器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核武器的发射密码，俄罗斯掌握着，乌克兰想用也用不了。没有核武器、战略轰炸机、核潜艇，这也就用处不大了。你放弃了也就放弃了。万万没想到的是，怎么连人心也给放弃了呢？危难之刻，连个共赴国难的人都找不着。大家应该都看过这样的消息吧？乌克兰的有钱人甚至国会议员都跑了，这就很可笑了。有钱人跑了倒是不稀奇啊，资本家呢本来就是逐利的，在他们的眼里啊，祖国的概念比起金钱来分量要小得多。可是国会的议员怎么也跑了呢？你搞得喜剧总统泽连斯基还发通告要求他们回来，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理解呀！国会的议员那都是参与国家大事的人呐，换句话来说就是国之栋梁啊！你栋梁都跑了，房子能不塌吗？谁都能跑，就是这些人不能跑。可偏偏最不能跑的人却跑了，留下老百姓怎么办呢？中国有句老话呀，叫做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用在乌克兰的身上真是一点都不错呀。乌克兰的老百姓里面呢，倒是真有愿意为国赴死的。我看过一些照片啊，乌克兰的中年妇女拿着木头做的假枪在进行军事训练。可是中上层的精英都烂到这个程度了，谁来组织老百姓去对抗钢铁洪流呢？这就是乌克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境地的根本原因。乌克兰的中上层精英啊，总体上烂透了，甚至都比不上当年的国民政府。他们从来都没有把乌克兰看作是自己的祖国，而是把乌克兰当作自己的一块跳板，能让自己跳到西方国家的一块跳板。只要我自己能够得到利益，至于说乌克兰会怎样，那无关紧要。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金雕部队被逼反这种荒诞的事儿也就顺理成章了。只要我能够得到英国、美国的赏识啊，我坐稳了这个位子，捞上几年之后就能去美国当富家翁了。至于说乌克兰会怎样，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举一个例子吧。颜色革命之后上台的乌克兰总理叫亚采纽克啊，上任之后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将黄金储备封装在40个箱子里边。后来呢，在基辅机场被身份不明的飞机运走。有相关人士确认，这些黄金呢是被运往美国的。这个消息我也不能确认是真是假，但是你现在上网还查得到，无风不起浪啊！在亚采纽克当总理的2年时间里边吧，乌克兰被搞得是一团糟，哎呀，腐败横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最后连乌克兰人自己都受不了了，亚采纽克是自己辞职的，但是呢，也是被赶下台的。那现在亚采纽克在干嘛呢？人家在美国当富家翁呢，小日子过得悠哉悠哉的。至于说乌克兰被搞成了这个样子，关人家什么事儿？这可是一国总理啊，
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都能把自己的国家当跳板，你敢相信吗？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呀，大多数的乌克兰政治精英啊，他都是这样。只要能够让自己的主子满意，没有人把国家利益当回事。现在的喜剧总统，如果说他真的把乌克兰的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那局势绝对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可能会有这样的质疑啊，你还是在为俄罗斯开脱呗？啊，难道泽连斯基就这样忍辱偷生吗？失去了克里米亚还不能对抗俄罗斯吗？我没有说俄罗斯做的就对啊，我们到现在连克里米亚都没有承认过。但是我想说一点，为了国家忍辱偷生怎么了？你在没有实力扭转的时候，你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你就只能忍辱偷生啊。1999年我们的大使馆都被炸了，那不是奇耻大辱吗？这世界上你还能找到任何一个国家肯受此辱？怎么样呢？我们不也是咬碎了牙咽了吗？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今天能指着美国说，你没有资格从实力的角度和中国对话。2000多年以前呢，越王勾践为了国家的利益所受之辱那是更大了。明白人呢，其实都看得出来，从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出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始终都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两边都不得罪。然后呢，就是抓紧一切的机遇和时间，努力去建设国家，增强自身的实力。万一未来世界局势有变，你也要有相应的实力去应对，对吧？你守着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啊，拥有那么多的专家和高素质、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假以时日的话，成为欧洲强国并不是很难的事，最起码超过波兰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吧。但是你看看乌克兰一代又一代的政治精英干的事儿，有一件正常的吗？乌克兰走到今天这个田地啊，强邻环伺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精英阶层啊，压根就没把自己的祖国当回事。他们虽然是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但毕竟也是白人啊，卖国之后还是能够融入到西方世界的，这也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自毁长城，家里有矿，再加上强邻环伺，这都不是越过越弱的根本原因。我大清和民国当年还不如乌克兰呢。只要这个国家始终都有一群精英愿意为了祖国献出一切，那这个国家就有希望的。可惜的是，乌克兰从独立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一群人。